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今天我们来解读一项颠覆性的研究成果。蚂蚁集团、西湖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机构联合提出了全新的 SABO 框架。该框架实现了智能体与学习环境的闭环协同共演化。在实验中，它仅凭400条训练数据就将智能体的性能飙升了 26%。这种双向协同机制成功打破了传统的单向训练瓶颈，为 AI 的自我进化指明了新方向。要理解这一突破，我们需要先看训练模式的演进。过去，模型依赖海量人工静态标注，不仅开发成本极高，也无法穷尽真实环境的无限变数。如今，大模型开始进入真实工具环境，依靠不断的试错来收集反馈。虽然互动反馈成为了新的燃料，但如何高效利用这些反馈，依然是当前训练的致命瓶颈。这种瓶颈的根源在于智能体与学习环境之间的能力错配。随着模型快速成长，其犯错类型已从低级语法错误演变为复杂的多轮状态追踪问题。然而，当前环境返回的监督信号却僵化未变，永远只有干瘪的执行报错。这种微弱的诊断信号无法提供具体指引，直接锁死了 AI 的进化上限。为了解决错配问题，传统的单向训练路径走入了死胡同。以模型为中心的范式容易产生探索偏差，反馈受限于自身能力边界；以环境为中心的范式则盲目改变任务难度，缺乏精确的失败诊断。与之相比， SEL 采用闭环协同共演化路径，将失败诊断作为共享信号，同步驱动模型优化与环境升级。作为破局的关键， CL 引入了基于验证器的客观失败诊断机制，该机制能将复杂的失败轨迹精准转化为结构化标签。这套标签就像是双向传递的神经信号，同时驱动两端。在它的引导下，环境侧的学习接口能够更循循善诱，模型侧的决策大脑也能变得更聚焦高效。具体来看，这套动态闭环机制由3个层级协同运转，顶层由可执行工具、环境与智能体进行多轮交互采样，中间诊断层则负责将轨迹归纳为无效工具和状态不匹配等5类核心诊断标签。最后，底层同时触发双向进化。在环境侧，它会适配训练接口生成新观察；在模型侧，它通过聚合失败画像调整 GRPO 算法的优势函数，以此实现精准的策略更新。在诊断层， CL 确立了其第一项技术基石，也就是基于执行证据的精准搭脉。与以往依赖大模型自由反思的方法不同，该机制的诊断100%基于客观执行证据。它通过解析器捕获格式违规，对比执行日志前后的状态转换，并由验证器进行结果比对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该机制仅在训练期提供结构化反馈，并不会改变基准测试的最终奖励。有了客观执行证据后， SEL 进一步深度拆解了智能体最容易栽进去的5大暗坑，具体包括凭空幻觉捏造的无效工具、闭填项填错的参数不匹配，还有执行没报错但环境状态没变的状态不匹配。此外，还包括在多轮交互中无法自我纠错的恢复失败，以及跳过必要步骤的遗漏工具。这种对失败的精准定位，为后续的靶向优化提供了清晰的靶子。针对这些痛点， SEL 确立了第2项技术基石，在环境侧实现学习接口的动态进化。不同于只返回干瘪报错的传统黑盒环境，进化后的环境能够动态提供模式线索、明确工具边界的约束信息，以及翻译为结构化建议的纠错反馈。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条铁律，那就是只给线索，绝不直接给出标准答案，以此来严格保障基准测试的公平性。这里我们来看一段具体的代码终端对比。改造前，当智能体犯错时，环境仅返回一句冷冰冰的参数错误报错，使其彻底陷入了死胡同。而在 CL 改造后，环境在输出报错信息的同时，还会动态注入具体的提示线索，提醒模型参数 symbol 为闭填项，并且必须为大写字符串。这套极具针对性的引导，直接打破了智能体在多轮交互中的僵局。除了环境侧的进化， CL 在模型侧确立了第3项技术基石，也就是诊断引导的优势重加权。传统强化学习往往让所有失败尝试统统得到0分，这导致了训练中的好坏不分。为了解决该痛点， CL 将失败划分为不同等级，因参数传错而失败属于高价值失败，它具有极高学习效用，
并被赋予高权重，而回答废话则属于低价值失败。在重塑 GRPO 优化的优势函数后，智能体得以优先向聪明的失败高效学习。这些技术基石结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 Steal 运转的闭环飞轮。首先，通过交互采样，收集模型在环境中的多轮尝试轨迹，接着进行验证与诊断，提取客观证据并打上结构化标签，随后进入环境进化阶段，根据失败画像调整下一轮接口并加入提示。最后，在模型更新阶段，利用重加权的数据通过 GRPO 更新大脑。在这个循环往复的闭环中，智能体最终实现了能力的飞跃。为了验证飞轮的高效性，研究人员将 Steal 投入了一个极严苛的试炼场。该实验采用 BFCLV3， 也就是伯克利函数调用排行榜的多轮核心子集，在仅400个极限样本下进行挑战，这极度考验算法的反馈利用效率。实验横跨了 Q1 与 2ACE 架构，与传统强化学习在同等算力下进行了严格的1对1公平对照，同时全程保持基准工具和验证器奖励不变，彻底排除了所有的作弊可能。在极严苛的对比测试中， SEAL 展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性能爆发。在 Q1 2.53B 模型上，其准确率从初始的 16.75% 提升到了 25%。在 Q1 2.57B 模型上，准确率更是从 14% 飙升至 40.25%， 性能净增高达 26.25%。即使面对基础分更高的 2ACE 架构，准确率也从 32% 稳步跨越到 46.75%。这有力证明了在仅400条数据的绝境下， SEAL 对传统强化学习实现了全面碾压。在这场性能大爆发的背后， SEAL 展现出了极具对症下药的解决能力。以 Q1 2.5-7B 模型为例，在极易踩坑的遗漏函数任务中，准确率由初始的 14% 暴涨至 36%。在棘手的遗漏参数任务上，也由 10% 一路飙升至 34%。这两大顽疾往往对应着实际业务中找不到工具或漏填必填项等痛点，而 Steal 的诊断加权结合环境提示机制，能像精准制导一样彻底攻克这两个高频顽疾。除了特定任务的精准修复， SEAL 的泛化能力同样强悍。如果认为它只是死记硬背了这400条训练数据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网页搜索和记忆追踪，以及零售和航空客服模拟等4个未经训练的全新领域中，实测结果显示 SEAL 均稳稳压制传统 RL。 它显然并不是在靠死记硬背，而是真正掌握了多轮状态追踪以及错误恢复等底层的通用智慧。为了探究强大性能背后的功臣，研究团队进行了严格的消融实验。数据表明，完全体 Steal 的准确率为 40.25%， 一旦抽离环境侧接口进化，准确率将立刻降至 35.75%。若是抽离了诊断引导重加权，性能更是直接跌落到了 32.75%。这组硬核对比充分证明了诊断加权决定了优化的精准度，而环境提示则决定了数据的质量，它们双剑合璧，缺一不可。除了消融实验的数据，训练动态曲线图也直观展示了 Steal 在收敛速度和上限上的优势。在起步期，双方进行同步探索，但 Steal 迅速凭借精准诊断脱颖而出。随后，传统强化学习因为陷入僵化反馈的瓶颈，验证及准确率在 0.30 左右趋于平缓，而 Steal 则通过自适应暴露新线索，成功打破了性能天花板并持续攀升，其准确率最终接近 0.44。这有力证明了它收敛更快且上限更高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们来看一个状态追踪的实战案例。任务要求模型在跨文件夹时比较并重命名具体文件。传统模型在操作中无视当前系统状态，妄图直接跨层级去重命名隐藏文件，最终收到文件未找到的报错而彻底崩溃。相比之下， Steal 训练的模型展现了极强的状态追踪与约束服从能力。它会先使用 LS 观察当前目录状态，接着 CD 进入目标子文件夹，最后精准完成重命名操作并实现成功绝杀。除了状态追踪之外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自我救赎的案例。任务要求查询某只股票并发布推文，但在起步阶段模型瞎猜了代码 OMGA， 环境因此返回了未找到的报错。此时传统模型直接选择摆烂，它无视报错并捏造了假股票数据发推，
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幻觉。而经过 CL 训练的模型则展现出了顶级的容错能力。它立刻主动调用新接口，通过股票名查询到了真实代码 OMEG， 并获取真价格，成功完成了精准推送。尽管在实战中表现惊艳，我们依然要客观审视其当前边界。在技术边界方面， CL 目前强依赖于可执行反馈环境，难以直接平移到纯闲聊领域。同时，它在机制进化上保持克制，仅修改训练期接口，而绝不降低底层难度。在未来展望上，该框架计划突破单一工具集限制，将其拓展到动作空间无尽的 OS 底层控制，从而打造完全自主的智能体工作流水线。总结来说， SEAL 带来了3点核心价值。首先，它颠覆了传统单向鞭策的理念，实现了模型与学习环境的双向奔赴。其次，它通过闭环架构化废为宝，用客观执行诊断信号同步升级两端。最让人惊叹的依然是其惊人的低资源能效，仅依靠400条极限数据就实现了 26% 性能的惊人爆发。这为我们打造越用越聪明的自进化 AI 铺设了一条务实的演进之路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关注论文链接，并继续追踪该领域的最新进展。